接下来请李安友教授来讨论一下中国模式。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模式有很多学者进行分析，很多学者有著作，其中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就是 Daniel Bell，他的中文名字叫贝淡宁，他写了很多这个东西，然后讨论中国的 meritocracy 贤能政治。另外在TED Talk 上有一个被传播非常广的一个演讲，叫A Tale of Two Political Systems，李世默嗯讲的就是强调中国的政治模式要优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的，然后中国的这种官员选拔他的体制导致了中国经济腾飞啊等等。好，那请 Andy。哦，谢谢。杰明刚才介绍这个中国的经济模式非常的系统性和圆满，很有刺激，但是不要笑，这个说的是真的。just a minute，他提到的中美关系的问题，大概汤彪安排我们后来会讲，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那么 Daniel Bell，汤彪让我介绍 Daniel Bell 的概念和我对 Daniel Bell 的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概念的我自己的观察。那么 Daniel Bell，我们应该可能从他个人的思想历史来分析他对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分析。Bell 原来在加拿大读博士，他读博士的时候，他读的是政治哲学的博士 （political philosophy），政治哲学这个问题里面的一种思维叫做 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那么，社群主义是一个西方的思想潮流，它的原本是这个批评所谓的 liberal democracy 的短处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义民主，社群主义的这个思想家，他们认为这个自由主义民主的短处是，他把独立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这样的话，他忽视一个人类需要的一个感情上的一种团结的一种经验。就是说，它缺乏足够的 human community 人类的这个共同性或者共体性的经验，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我们应该以社会群体为基础。社会群体，比方说家庭的话，这个neighborhood 的话，这个群体的话为政治哲学的这个基础。那么他后来去 Singapore 教书的时候，他发现李冠佑模式的这个儒家思想。Singapore 大家都知道，创造他们的自己的一种他们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产生一个现代化的Singapore 式的一个儒家思想文化。这个李冠佑的政党利用这种 Singapore 式的儒家思想来控制 Singapore 的社会。他认为大家应该团结，应该跟政治的思想相一致，应该不追求个人的独立的利益等等。Bell 因为他的原来在加拿大学的社群主义的思想，他认为这个 Singapore 的东西是跟他自己的价值观非常相同。那么后来他去中国教书，原来在哪里？汤彪原来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现在他是不是在山东大学任教，而且当做一个学院的院长？我没有。是，他从清华大学转到山东大学。
山大，所以他在中国，他发现一个你可以说更儒家思想，他把过去是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概念，现在是习近平的大家要团结的这个不忘初心这种想法，他把这种想法看为中国式的社群主义，我们可以把可以这样描写他的理解，所以他把中国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非常漂亮的、非常美丽的一种跟自由主义民主的一个alternative， 一个另外的一个更尊重人类的需要的一个意识形态。之所以他发表过一本非常汤彪刚才说非常在西方受影响的一本书，叫做《The China Model》中国模式。问题是 ，Build the China Model 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中国如果是一个非常圆满的 perfect 一个社群。它潜在的一个可能，但是不是现实的实际的中国。现实的实际的中国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国，就是说，它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中国。那么极权主义的中国，如果人性本善，如果政治家都是道德的模式，如果所谓的共产党的领导都是道德标准最高的人类的话，如果中国政治真的是一个贤能政治的话，就是说最有道德标准、最有能力的人来执政的话，如果中国是这种一个模式的话，当然它非常漂亮的，非常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等等，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一个道德的，如果所有这个民主或者宪政政治的政治家都是道德最高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都是非常贤能的话，当然这个政治制度也可能是非常圆满、非常 perfect。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政治制度有他们的问题的。中国民主制度、宪政民主制度的问题，我们在美国可以看有很多问题，但是也有他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的话也有很多问题，也有他们努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中国的制度能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像权力过分集中，大家大概都记得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号有一个讲话，说我们过分集中权力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像个人崇拜啊，像那个一个人说了算啊，像这个领导犯错的话很难改正，很难恢复。他说，因为过分集中权力的政治制度有这么几个问题的话，我们要党政分开，我们要官员退休制啊，我们要公务员考试啊，我们等等。但是实际上，习近平是违反邓小平的80年的这个演讲的原则，他集中太多的权力，之所以他们你比方说犯这个过分的动态清零的这个过度镇压，
的这种，而且没有控制，实际上没有控制这个新冠，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所有的政治体制有他们的弊端，也有他们的理想的模式，但是 Daniel Bell 的中国模式不是现实的中国制度，而且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他自己可以想象的一个可能会在一个更漂亮的这个人类世界发生的一种制度，但是不是中国的真正的制度。好，谢谢连友教授。那对Daniel Bell 贝丹宁的理论有很多反驳。那我觉得连友教授他在2015年写的这篇文章是最有力的反驳之一。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中国模式的问题 The Problem with the China Model》。在我们推荐的参考书上有，但是我们会回头再发一遍这个链接，叫连友论中国，原有论中国这书里边有收录它的中文版，大家当然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搜索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好，那有请吴继明教授接着讲。好，好，在我接下去讲之前，我加一句话，就是刚刚这个李安友老师已经把这个贝淡宁的中国模式讲得很透彻哈。那其实他有特别讲到一句话哈，他说这个贝淡宁定义的中国模式是规范的，是 normative， 是规范性的定义。那我要特别跟各位强调，就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发展模式呢，其实并不是normative definition， 是 empirical 的是 analytical 的，就是经验的模式或者分析性的模式。它不是根据你的理想方案去界定出一个 ideal state， 然后去描述这样的国家。那我用的方法是一个 empirical method， 是一个 analytical approach。那我收集了所有中国发展的资讯资料做了很多深入的访谈跟分析之后，才得到才 induce 出来一个这样的中国模式的概念。那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讲清楚，就是我的中国发展模式并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分析跟经验性的。好，接下去我想利用大概20-30分钟可能要比较快的速度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跟中国复杂的经贸关系。请看下一页。这个故事可以讲3天3夜讲不完，但是我这里就是用这2张图来让各位很快的去了解到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就说这过去这30年，台湾跟中国之间所谓的两岸经贸发展的趋势请大家先看左边这张图这张图有2个颜色的线这个直条线就是这个 bars， 这个直条线是台湾对中国这个投资这里的投资指的是 FDI。 什么叫 FDI 呢？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外国直接投资，指的就是说去投资工厂这个就是用比较通俗的说法，就去投资工厂或者投资这个商家，那不是所谓的热钱去投资股票，那这个叫 FDI。 那各位看到这个从1991开始有明确的统计，一直到今年2022呢，我们看到台湾对中国的投资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起伏这是急速的上升又急速的下降。那这个是绝对值，这是绝对值。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绝对值的变化呢，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次高是2011年。那各位要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马英九政府的第1任马英九政府的第1任不是马英九政府的第2任。我要请各位记得这个趋势很重要，我要特别区分说，其实经济规律跟政治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这个 bars 是绝对值。那我们再看它的 proportion 或者 percentage points， 就是这一条红线。红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投资中国的多少
这个金额的比例占台湾对全球，就是说，中国占台湾全球对外的这个投资的比例。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曲线比较混乱，因为那个线不准是为什么？因为曾经有补登记这件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我就长话短说，就有补登记，所以它比较有一个 fluctuation 比较大。但是你看，从2000年代开始上升之后，其实就是跟中国加入 WTO 是吻合的，它是快速的提升，所以它的 proportion 也是在2010年达到这个 peak 之后就快速的下降。所以你看之前中国占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呢，占台湾对外的投资比例多高？高达85%、86%，这个是非常巨大、非常恐怖的数据啊！那一年2011年有100多亿的新的美元的100多亿美元的新的投资额，然后呢，它占掉台湾对外投资的86%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台湾几乎是全部把所有的鸡蛋扔到一个篮子去，全部压在中国上面啊。但是呢，从2010年之后就快速下降，到了今年只剩下大概35%占台湾对外投资比例。其实呢，以一个国家对外投资来说，另外一个国家占它30%多也是偏高了，但是呢，跟之前比已经是快速的下降，就像铅锤掉到水里面一样，是一个 plummeting， 一个快速的 dropping 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什么趋势呢？之前在2010年之前呢，台湾跟中国之间大量的贸易数据都是由这个投资推动的，所以增加的速度非常快。那到了这个2010之后快速下降，我们在理论上，这个待会我要进一步解释，在理论上，台湾对中国的经贸的这个依存度应该会下降，但是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啊。待会看右边这张图，我们还是集中在左边这张图啊。所以台湾现在每一年呢，到了2022统计到今年9月左右，这个只有大概几十亿的投资金额，所以已经跟以前不能相比了。所以我要跟各位讲的这里面的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台湾大量的这个资本，特别是传统产业劳力密集的资本，早在2010年之后就快速的脱离中国地区，快速的脱离中国沿海。这些钱跑到哪里去呢？这些传统工业，比如说就以制鞋，我待会用制鞋来做例子，大量跑到东南亚国家。最近一波呢，这些传统工业、传统产业又跑到印度去，然后也有一些工业跑到墨西哥，比较算是 ICT 资通讯产业跑到墨西哥，也跑到美国去。一部分比较高新科技大陆叫做高新科技，我们叫做高科技的产业呢，附加价值比较高了，就回到台湾投资。所以我们看得到这个是左边这张图第一个 message。第二个 message 我要跟各位说的我们都说就是很多人这么说啊，民进党啊蔡政府就是要脱中，然后就要去中国化，这个是根本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根本是错误的或不相干的现象。其实呢，台湾资本脱中早在马英九的第一任期就开始了，而不是马英九的第二任。各位记得，马英九到了2013年，还跟国民党政府、还跟共产党政府签了两岸服贸协议，各位记得吗？结果引起在2014年台湾的青年大规模的反叛，然后呢占领这个台湾的国会，就是立法院，占领了24天，结果让这个两岸服贸协议就翻船了，就是签了，但是没有获得国会的同意，然后呢没有获得国会的这个背书，然后呢从此就已经这个石沉大海。然后呢，自从2014年之后呢，国共合作的平台也几乎是陷入停顿，至多是半停顿的状态，就没有作用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发生在马英九政府的任内。所以呢，资本主义，全球的资本主义，它的运行有个规律，它不是从这个个别国家，特别是台湾是中型的经济国家，中国大陆呢是大型，但即便是这样呢，它还是没有办法抗拒全球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移动的规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的工资已经快速提升了。各位还没有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
早在2003、04、05，中国就曾经发生过第一波的民工荒。过了年，民工回家老家过年就不回来了，第一次出现了。然后到了2007、08以后，中国又实施新的劳动法律，然后又提升一些社保的这个覆盖率，核实这些社保的这个加保，这个压力都会加到外资身上，所以这个中国的劳动成本就快速的提升，加上中国的环保成本提升，以及中国在处理这些土地也大量的短缺了，所以这种种成本的提升呢，其实早就让这些传统产业大量的移出中国了。那移出中国之后，其实这些产业一部分还是中国有接起来做，那是什么呢？是中资自己做陆资厂，然后这些陆资厂呢又跟台资是有关系的，很多新兴的这个传统产业或者 ICT 产业的陆资厂、中资厂，其实都曾经在台资厂工作。各位现在知道，现在最有名有个叫王来春女士，她是立讯，已经接到苹果的单了，从那个 iPad 做到 iPhone 去了。这个原来王来春她就是在鸿海富士康的工厂是当过女工，从女工升上来，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干工厂，跟他兄弟现在这个立讯已经开得非常大，而且不断的并购台湾的公司。好，所以你看右边这张图呢，台湾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集中度呢，自从这个到达2008、09到顶峰，这个跟之前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可是它没有下降，它没有下降。好，我们看到这个出口集中度是蓝线，然后这个贸易依存度是红线，基本上都还在这个40%、30%这两条线这个上下。那为什么这样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很大量的电子产品的组装还是在中国进行的，还没有大量离开中国。我刚刚说的离开中国的是传统产业，但是呢，以半导体、电子通讯产品电脑，然后这个伺服器 servers 这些很多组装工作，这个 assembly 还是在中国做，所以呢，这些数据就居高不下。好，请放下一张。好，各位看这一张，这是传统产业，就我刚说的做鞋子啦，做这个衣服 garments 然后做这个玩具玩具礼物，这些我们都算传统产业。那美国有一家很大的这个百货公司叫 Walmart 是一家这个低廉那个物美价廉的百货公司 Walmart 就大量进口这个传产的产品从中国，那今天也是大量的从东南亚进口。那传产来说就是这个劳力密集产业是快速脱中。我们就用裕元工业这一家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如果算单一的工厂，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鞋公司然后它做的品牌非常的有名它做这个 Adidas， 它做 Nike， 还有很多有名的品牌，它都做然后它曾经一年最高一年可以做好几亿双的鞋子，运动鞋为主。可是你看这里的 figure 就是裕元在全球的产能在中国的占比是过去的过去从2012到2020这8年来是快速的下降。这个是我的田野的那个调查得到的数据你看2012年呢，中国制造的这个裕元的鞋子还占它全球 global production 的38%，可是每年快速下降，从38%掉到2年前只剩9%。最新的资讯应该是已经掉到7%、8%，剩下非常少，只剩裕元这家公司只剩它的 R&D 跟 high end 的鞋类产品留在中国做，其他都已经到这个东南亚国家跟主要就是在东南亚，主要就是越南跟印尼。越南跟印尼就现在占它产能的80%以上。好，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快速脱中传统产业早就发生了，不是这几年，不是因为贸易战大家都不要搞错这件事情。好，请看下一页。好，我们现在看完这个传统产业，用鞋子做例子，我们
反过来看这个最高新的科技，就是半导体哦。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是全球半导体制造最强的国家，最厉害的哦。它做的半导体的品质跟价格的竞争力是比 Samsung 还要厉害啊，比三星还强，比美国英特尔 Intel 还厉害啊。那更不用说其他的这个比较 second tier 的那个公司了。那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它是一个全球的贸易流啊。你看这最中间有一块是写 China， 对不对？可是其他有一些国家像 South Korea、像台湾、Hong Kong、ASEAN countries、Japan 都在里面，有没有 US、EU？ 它是一个贸易流，因为呢，半导体产品跟相关的组装，它是一个水平分工，是在全世界这样流动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掌握所有半导体制造的所有的科技的技术。那台湾最厉害是哪一段？就是在中间这一段 manufacturing， 就是制造半导体、制造晶片 chip making 这一块。那美国最厉害在哪里？美国最厉害是在软体，美国最厉害是在这个 EDA， 就是那个电子设计自动化，然后在一些这个制造的设备上面。日本最厉害在哪里？日本半导体最厉害是 materials， 比如说一些 chemicals， 一些像气体、像光阻剂，那个就是做半导体需要用到很多光阻剂。那像荷兰非常厉害，荷兰厉害是什么？它专攻一个产品而已，就所谓的光刻机，就所谓的这个 photolithography machine， 就是一个光刻机。那现在各位不是常常在报纸上看到，媒体上看到在吵，就是美国在要求荷兰的这个 ASML 这一家光科技公司呢，不准出口最先进的光科技到中国去。最先进的叫 EUV， 就是这个极紫外光极紫外光的光刻机。那个一部机器要多贵呢？是1亿多1亿多的欧元啊，一部光刻机。那现在就是 ASML 这家公司 ，ASML 这家公司呢是可以出口 DUV， 是深紫外光是在技术上是第二阶的机器，是允许出口到中国去的所以因为美国的这个科技抵制呢，中国在半导体的制造呢，它在这 catch up 上面，在追赶速度，它就慢下来但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不能够追赶西方更没办法追赶台湾。它的原因除了设备被抵制之外，其实还有制造文化跟制造技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空提的那么细，但是各位知道这一点，就是说即便中国你现在马上给它最先进的机器，它也不是说1年半年一时半刻可以制造跟台积电一样水准的晶片请看下一页。这一张表就是去年我们台湾半导体出口的总体出口的占比你看右边这个蓝色这个 column 就是半导体占台湾总出口呢，这个中国跟香港加起来香港要算在中国才合理，因为这个是总体的贸易的数据，就说台湾出口的这个半导体有一半是出口到中国跟香港的。那所以是大量的台湾的半导体跟相关的产品大量的出口到中国去，所以呢，中国就会说，那台湾就依赖中国市场，对不对？可这个是似是而非的错误的观念或者谬论。其实呢，是世界全球的市场呢是要依赖台湾的半导体的制造那就像是台湾半导体制造是要依靠上游的技术、软体、设备跟 materials 像刚我提到那些像那个化学品、那个气体这些东西所以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局面。那所以呢，这个每年有这么多有1000多亿1000多亿的半导体相关产品从台湾出口到全世界，然后一半是出口到中国去你看这个数据有680亿美元是出口到中国去，这个其实里面一大部分它是重新在中国组装之后，它又出口到全世界市场，所以它其实是所谓的三角贸易三角制造
所谓的 triangular manufacturing， 就是台湾把设备把那个半成品把晶片送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在那边组装，然后用一些也是部分这个零部件是中国制造，然后又出口到全世界是这样的局面。所以刚刚各位看到那前一张图那个贸易这个依存度的数据居高不下，其实是因为这样的贸易结构。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苹果它把所有的单全部都下到越南、下到印度、下到墨西哥或美国国内的工厂，那台湾出口的半导体就不会出口到中国大陆去那么多了，可能会减半或甚至只有1/3，其他大部分就会一样移动到越南、印度，移动到墨西哥跟美国本土去了。所以这是未来可以想象预测的一个方向。请看下一张。这个就是这张图是让各位看到台积电它在先进制程上的领先程度你看第一家是 Intel 你看横的，然后呢 Intel 到了2022年的今年，它只能做到7奈米7 nm 就是那个 nanometer 7奈米的这个线宽。可是呢 Samsung 已经进到3奈米。台积电，我这里那个位置写错了第二家是 Samsung， 第三家才是台积电 TSMC 各位自己调整一下你这个视觉这个 TSMC 才是台积电，第二个是 Samsung， 是三星，是韩国的。这个 Samsung 跟 TSMC 已经都进到3奈米了，但是呢台积电比 Samsung 更高一筹，是台积电的良率非常高， Samsung 的良率不够好，所以它接的单就是没有台积电那么多了然后再来就 Global Foundry 是革新或者格罗方德什么的，这个译名是不一样再来这一家是 SMIC， 就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在总部在上海，它就是中国最先进的这个半导体、基体电路的集成电路的制造商你看它这里写是说它的8到10嘛，它今年是有被发现，它可以一部分做到7 nanometer 7奈米。但是呢，基本上是没有，不是高阶的这个7奈米，而且是没有到量产的程度。它只是可以做出来，但事实上它没办法 master 这个 mass production 的这个 capability。好，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就是说 TSMC、Samsung 在世界上这个半导体制造上面领先世界的程度。好，请看下一页。所以台积电这家公司呢，台积电这家台湾公司呢，对台湾以及对世界，包括对中国到底多重要？我给几个简单的数据第一个就是台湾半导体就不止台积电，是半导体所有的供应链相关的产业呢，占台湾的 GDP， 就是台湾的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占了11%，这是估计大概占这样大概是近似值。这是非常巨大，就是11% 的 GDP 是由半导体产业来承担的然后呢，所谓的晶圆代工或者委托制造，就是 Foundry 这个 model 台积电都专门 specialize in Foundry。这个 Foundry 的 model 呢，占全球市场53.6%，一家公司台积电一家公司占全球 Global Foundry Market 53.6%。你就知道这个数据多大。然后呢，再看下一个数据，就是先进制程，台积电所 produce 的这个 advanced chips 占全球的 92%，那所谓的先进制程指的就是10奈米以下的，10奈米、7奈米、5奈米、4奈米、3奈米。那3奈米台积电现在已经量产了就是10奈米以下的这个台积电占全球的供应量 92%。所以这几乎是垄断的地位然后呢，台积电一家公司占台湾股票的市值 market value 就占了1/4 26%。然后台积电毛利有多大呢？它每年做好几兆台币的生意，现在大概2兆多一点。它的毛利到了今年的第3季，刚刚过这个 third quarter 是 60% 毛利。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底下有写一些字各位要注意因为台积电它必须维持这个技术的领先，
所以它必须买很多的机器设备。就像我刚刚说过了，台积电必须从美国科林科磊买设备，它必须从日本进口先进的原料，从这个荷兰 ASML 进口这个最先进的 EUV 的光刻机，那都是非常昂贵的设备。所以呢，台积电就有大量的这个 capital expense 啊，就是所谓的资本支出啊 capex。所以台积电必须维持大量，不断用巨大的毛利，不断再重新 reinvest， 然后它保持这个技术领先啊，不断的 reinvest。所以其实呢，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呢，台积电就代表台湾的经济利益，台湾的经济剩余呢，它也是缴了一大部分给西方核心国家啊，包括美国、包括荷兰、日本，我把它称为一种科技猪啊，科技税、科技猪，其实贡献的是巨大的。那这个就是台积电的重要性。